喂，醒醒！我操，合欢谷！废话，能不热吗？不出1个时辰，你就会经脉寸断，整个人从里到外烧成灰。没办法了，得罪了。好热！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喂，活着没？我要杀了你！脾气还是这么大。毒解了，真气也理顺了，你是不是该谢谢我？谢你，趁人之危你还有理了？大姐，讲点道理好不好？那玩意儿是文人木扔的，你非要手贱去接，我要不救你，现在尸体都凉透了。本宫宁愿死，也不受这等屈辱。行了，那悬崖就在外头，你现在跳下去还来得及，我保证不拦着。今天的事，你若敢泄露半个字，诛我9族，我知道。这话你刚才已经说过800遍了，能不能换句新鲜的？文人伯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听见了。李承前是个老阴笔，靠着南疆独门上位，然后过河拆桥把人给灭了，还顺带把自己亲姐姐也给搭进去了。住口！不许你这么说我母亲。行，我不说，但事实就是事实。你打算怎么办？跑去皇宫质问你爹？我不知道。不知道就先别想了。你为何要帮我？这叫什么话？咱们拜过天地的，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我不帮你帮谁？只是因为这个？不然呢？图你脾气差，图你整天板着个脸。我们赶紧起身吧。悬崖卫那帮人找不到你，估计要把整座山翻过来了，咱们得赶紧出去。别逞强，毒刚解，你经脉还虚着呢。顾长生，又怎么了？你这万毒经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我说我做梦梦见个白胡子老头教我的，你信吗？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不信拉倒。每个人都有点秘密，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就行了。文人鹏在断崖上吼了那么久，扯出那么多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你那些手下可都听得真真切切。这事儿能瞒住你那个皇帝舅舅？断崖之上皆是我亲自挑选的心腹。哼，心腹也长着嘴。他们的父母妻儿身家性命全捏在本宫手里，悬崖卫只听本宫的命令，不遵皇命。够狠。不过你舅舅生性多疑，文人木这老狗死前这一手，可是把你们皇家那点遮羞布全扯下来了。皇帝最怕什么？怕名声臭了。那又如何？他身上有千机千奇毒，这是咱们现在的护身符。况且不还有你吗？放心，我罩着你。真冷，回去得让厨房熬锅姜汤。顾长生，昨晚的事，多谢。你刚才说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本宫说，多谢你救命之恩。谢就谢，那么大声干嘛？搞得跟要吃人一样。走吧，你的手下找过来了。属下救驾来迟，请殿下恕罪。都起来吧，本宫无碍。文人木的尸首可找到了？回殿下，已找到，被乱箭射杀于崖底。遵殿下令，尸首已收敛。是否带回京城，挂在朱雀门上，暴尸3日。遵命。以后的大前朝堂怕是消停不了了，但没关系，天塌下来我也得顶着，大不了再多练几层万毒经，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老婆被人欺负。回府。愣着干什么？等本宫请你上马吗？驾！驾！奴才给长公主殿下请安，给驸马爷请安。起来回话。谢殿下。赵公公，这么早跑来，可是皇后娘娘那边办妥了？回驸马爷，娘娘那边全安排妥当了，以采购珍稀药材的名义，在豫州周边的几个州都设下了收购点，人手也扮作行商混进去了。只等驸马爷您一句话，便可大量收购绿云针。资金调拨没问题。娘娘动用了佛会的1半现银，加上江南几个盐商的孝敬，银子充足。你们收的时候别偷偷摸摸，要大张旗鼓，放出风去，就说京城有贵人及此要炼制延年益寿的丹药，价格往上抬，头3天按市价的3倍收，第4天按5倍收。5倍？驸马爷，这可是个填不满的窟窿。按我说的做，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在豫州周边的陈州、许州、蔡州都布下了人手，每个州府派了3个大掌柜，带足了现银。只是这绿云针产地集中在豫州西部的伏牛山脉，那里大部分山头都是其他世家的私产。世家的私产，那就更好了。商人逐利，世家也不例外。你们放出风去，就说京城来的大商贾有多少收多少。
本地世家底下的管事看到这暴力，绝对会背着主家偷偷调脉，这叫挖墙脚。若是各世家家主察觉，封锁山林怎么办？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那些靠抓捕蝗虫为生的散户和底层的帮派会第一个跟世家拼命。我们要的就是豫州乱起来，水越浑，百姓才有活路。奴才明白了。你回宫复命，跟皇后娘娘说一声，我今晚动身前往豫州。你要去豫州？绿云针只是个引子，真正的杀招在豫州本地。我不去，底下那些人玩不转。豫州世家盘根错节，情况复杂，我随你同去，悬押卫行事也方便。不行，你必须留在京城。豫州世家盘根错节，情况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盘踞在豫州的世家，在此地经营了上百年，地方官府、乡绅、粮商全都是他们的人。你单枪匹马过去，就算有钱，也未必能成事。大姐，你平时办案是不是全靠砍人？有何不妥？太不妥了，这是做买卖，不是抄家。你带着一群杀神过去，刀架在人家脖子上，逼着人家买蝗虫，那叫强买强卖。那些世家大族最重脸面，你这么干，等于把他们逼到死角。他们宁可把银子埋地里，也不会拿出来买你的账。那你要如何？我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还得抢着掏。不行，我不放心。李长月，你必须留在京城。文人鹏死了，大皇子李振成了段伟的庇护，他这种人吃了这么大的亏，必定发疯。你以为他会乖乖咽下这口气？悬押卫只听本宫调遣，我留一部分人在京城驻守便是。没用，你若随我离开，这正好给了他们发难的借口，到时候随便找个由头把监国名头取走，你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你得留在这里当定海神针，只要你稳在公主府，李振就摸不清咱们的底细。老皇帝现在指望我给他炼药，指望绿云针重镇凶风，你在他眼皮下晃悠，他反而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豫州那边你一个人应付得来？你相公我什么时候吃过亏？你把悬押卫在豫州的暗桩名册给我一份，剩下的事我来办。悬押卫在豫州的暗桩，你可以调用，万事小心。娘子这是在关心我。本宫只是不想刚解了毒就成了寡妇。豫州水深，你刚入7品破黄境，不够看。红袖，去收拾行装，随驸马去豫州。带个丫头片子干嘛？我是去办正事儿，带个暖床的还嫌碍事。到豫州后，传我的话给莫央，把情报暗账毫无保留全交于驸马。奴婢遵旨。哟，莫押可是悬押卫统领，这就交底了。监察司紫金令，持此令者如本宫亲临，当地所有悬押卫皆供你调遣，若有人抗命，先斩后奏。这么大方，不怕我拿你的牌子胡作非为，惹一堆烂摊子？你惹的麻烦还少吗？放心，拿了你的牌子，这豫州的地盘我替你离一遍。红袖，下去金疮药。李承前的密旨是你的护身符，也是靶子。世家大族不敢明着抗旨，背地里手段多的是。你相公我最擅长狐假虎威，比谁更毒，我还没怕过谁。倒是娘子你一个人在京城长点心，晚上睡觉记得关严门窗，免得着凉。滚！等我好消息。殿下息怒！息怒？你让我怎么息怒？凭一个李藏月，如何杀得了身为毒士的文人木？啊！你告诉我！属下不知，长公主的悬崖卫封锁了栖霞山，什么消息都透不出来。殿下，监察司那边传来密报，说顾长生已于今晨卯时，带着长公主的贴身侍女红袖乔装出城，属下派人一路尾随，确认他们的方向是豫州。豫州？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要闯进来。把这封信800里加急送往豫州，交与凤阳冯氏的家主冯万山以及清河刘氏的家主刘伯庸。殿下有何口谕？告诉他们，本王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水淹、火烧、下毒、刺杀，总之绝不能让顾长生看到豫州城第2天的太阳。事成之后，未来豫州3年的盐铁专营权尽归这2家所有。属下遵命。顾长生，豫州就是你的埋骨地。这蝗灾比敌报上写的还要严重，这是豫州境内最大的吞头口子。两位客官，前面就是白水码头了，再往前水浅，大船走不了。行，靠岸吧。小红袖，我们换身行头吧。能不凶吗？护食的狗都这样。去，看到栈桥边上那个抽旱烟的老船夫没？去买壶茶，顺便跟他聊2句。聊什么？
聊聊这豫州的风土人情，聊聊哪里的饭菜好吃。你个笨丫头，打听消息不会啊？就问问现在城里的粮价还有哪里能落脚，机灵点，别露底。奴婢这就去。怎么了？像被狗撵了似的。爷，这地方不能待了。慢慢说，天塌不下来。那老船夫收了银子，让我赶紧走。他说这豫州地界现在已经没王法了。没王法？对，蝗灾把地都啃秃了，颗粒无收。官府不仅不开仓放粮，反而把粮仓锁得死死的。外头传言说是几大世家联手把市面上的粮食全买空了，现在粮价一天一个样，翻了10倍不止。好手段啊！囤积居稀发国难财，这帮王八蛋玩的一手好煎饼。老船夫说，世家大族逼着老百姓卖儿卖女，最后连祖宗留下那点田地也得低价抵押给他们。现在这地界饿疯了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子而食的事儿天天都在发生。还有别的吗？有，老船夫临走前多嘴提了一句，说这2天码头上特别邪门。怎么个邪门法？说是有2家大户的人在码头上活动的特别频繁，把守着各个进城的路口，连过往的客船都要盘查。哪2家？凤阳冯家，还有清河刘家。他们查什么？不知道。老头说他们拿着画像，看谁都像贼，已经抓了好几个外乡客商进城了，说是当成流寇处理了。流寇？扯淡！这分明是在找人。小红袖，奴婢在。我问你个事。姑爷您问。咱们这趟出来，除了你家主子，还有谁知道行程？绝对没有，殿下行事极严密，连公主府里的管事都以为您是在后院闭关炼丹呢。那就奇了怪了，这2家吃饱了撑的在码头上设卡查人，除非有人提前给他们透了风，而且这风是从京城吹过来的。李振这孙子动作够快的。姑爷，您是说大皇子把咱们的行踪泄露给了豫州的世家？除了他，谁有这个动机，又有这个能耐？那咱们怎么办？要不先退回去，等天黑再想办法绕过去。退？往哪儿退？他们敢大白天这么明目张胆的查，晚上肯定会封疆。你信不信？咱们这条船现在已经被盯上了，只要一掉头，立马就会有快艇追上来放冷箭。那这画像，他们拿着画像，咱们这模样一过去准露馅。他们要找的是人中龙凤，那咱们就扮成泥里臭虫。现在我们2个一身灰，还穿着流民的衣服，不像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个快饿死的逃荒丫头，我呢，就是个想把你卖给大户人家换2口糙麦吃的混账哥哥。这能行吗？怎么不行？怎么样，像不像个要饭的？像，太像了！您这模样，扔进良民嘴里都找不出来。走，跟哥讨饭去。下一个，把头抬起来。军爷，小的是正经买卖人。放屁！老子看你这贼眉鼠眼的样子，分明就是流寇探子。带走。大爷，行好，给口吃的吧。哪儿来的臭叫花子，滚远点！大爷，您看我这妹子，虽然脏了点儿，但身子骨结实，能干粗活。您行好，收了她当个粗使丫头，只要给2口糙米，能让我活命就行。就你这副穷酸样，也配跟老子讨价还价？呸！哎呀！里面装的全是刘家从各地搜刮来的粮食。米是白米！干什么？敢抢刘家的粮？给我打！往死里打！走。这帮世家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嘘！我不要走！不卖拉倒！求求你了，就给我们一点吃的吧！我孩子好几天没吃饭了。去一边去，别耽误我时间。姑爷，太惨了，咱们至少给他一锭银子。你今天救1个，明天有100个母亲把女儿推给你，你救得过来吗？可是看着是疼，但冲上去是蠢。你看那儿，红袖，这饼是催命符，就算活下来，管家背后的主子明天就会把这对母女吊死在城门上。想救人，得挖病根，把那帮世家囤的粮食逼出来，满城恶鬼才能变成人。走，干正事。姑爷，不进去。急什么？先看干不干净。没尾巴，走。2位想做点什么？老板，可有黑羽裁衣？客官说笑了，小店哪有那么金贵的料子，只有些寻常的粗布，倒是耐磨。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开什么店？干脆改卖棺材算了。我看你这生意好。客官火气大，是嫌天干物燥，里边有刚泡的凉茶，进来喝一杯，消消火气再调。去后院柴房等着，别乱走动。
柴房我就不去了，我怕那里的茶不够解渴。年轻人，规矩不能乱。悬崖为豫州暗庄甲字7号，有眼不识泰山，参见紫金令主，请令主恕罪。起来吧，不知者不怪，我不是来听你请罪的。谢令主。去后院说。是，令主请随属下来。看见没？这就是权力的味道，比黑面饼子香多了。您刚才那副流氓样，连我都想抽你，也难怪人家老裁缝认不出来。莫姑娘呢？她带人提前过来踩点，算算日子，情报应该收集的差不多了。令主，属下该死。怎么回事？好好说话，别动不动就跪。我这人嫌折寿。回令主，莫阳统领不在联络点，去哪儿了？失联了。失联？多长时间了？超过1天了。仔细说。 3日前，莫衙统领查到一条线索：清河刘氏在城东30里外的黑风山有一处私矿。私矿就私矿，这帮世家哪个手里没点见不得光的产业？至于让他亲自去查？令主有所不知，那处私矿不对外贩售任何矿石，而且只进不出。什么叫只进不出？蝗灾爆发以来，城中每天都有饿死的流民被拖走，官府对外神称的是统一掩埋，防止生疫病，但我们的人暗中盯着，发现其中大部分青壮年根本没有被掩埋，而是被秘密运往了黑风山的方向。你的意思是刘家在用活人当矿奴？不止如此，统领怀疑刘家不仅用流民当矿奴，甚至还在黑风山处理掉一些不干净的麻烦，凡是进去的人就没见出来的。所以莫央就自己跑去查了。统领认为这是个绝佳的突破口，只要拿到刘家草菅人命的铁证，就能直接将清河刘氏连根拔起。前日夜里，统领亲率3名悬崖卫好手潜入黑风山查探，走之前，统领定下规矩，每日幼时会传回信鸽报平安。可是从昨日起，信鸽便断了。属下察觉不对，立刻派人去外围打探，结果发现黑风山周边已经被刘家的护堰彻底封锁，戒备森严了数倍，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白天码头设卡抓人，我还以为是京城透了风，现在看根本不是冲我来的。他们在明目张胆地抓壮丁。令主英明，清河刘家借设卡筛选青壮年，送去黑风山当矿奴。这帮王八蛋比李振还黑。黑风山有多少人防守？明面100多带刀护堰，家主刘洪手下至少有3个5品高手。5品？莫妖可是6品，打不过还跑不掉？黑风山险要，矿洞深处常年弥漫毒瘴，统领恐是中了暗算。毒瘴？老子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毒，专业对口啊！姑爷，统领落在他们手里，多耽误一刻就多一份危险啊！令主，属下集结了36名暗桩，今晚就去劫营，拼死救出统领。36个送人头的，外围封锁那么严，他们怎么把人运进去？城东有个善堂，表面10周，10几条身强力壮的流民牵卖身契，晚上统一装车运进黑风山。这就对了，防得再严也得要人干活。老头儿，你看我像不像个快饿死的青壮年？不行，您千金之躯怎么能去那种地方？殿下知道了，非扒了我的皮。莫丫要是死在里面，咱们在豫州就是瞎子聋子。善堂什么时候挑人？每天申时3刻。令主，这太冒险了，您连个接应都没有。谁说我没有？今晚子时，你带着那36个人，在黑风山东南面放一把火，最好把刘家祖坟点了。声东击西。对，外围一乱，我就混进去找莫妖。红袖，你留在城里盯死刘家大宅。黑风山出事，他们必派人支援，数清楚人数、带头人路线，绝不能暴露。姑爷，您一定要小心。行了，我命硬得很。对了，老头，给我弄点锅底灰，这泥巴太干，直掉渣。都给老子站好！今天老爷发善心，只挑50个。被选上的签了气，立马喝热粥，吃窝头。前世黑心 HR 还聊聊前景，这死胖子直接拿碳水吊命，牙都掉光了！老东西，滚！带病还敢来，找死！抬头！骨架结实，经用，待点好，没脾气最听话。算你一个，滚那边等着。小口敏，饿狠了一口气吞会撑破肠子。一个窝头一条命，刘家等销账的时候，我让你们用祖坟来换。2刻钟换1次班。老伯，招去的人有回来的吗？来他呢，有口饱饭就行。给我一口，就给我一口！找死！给我打！别打了！敢抢刘家的粮，从今天起，你们的命是主家的。谁敢闹事儿，拖出去喂狗！你听懂了吗？我懂了，你大爷！你刚才说什么？我说，
我懂你亲娘的腿儿。哈哈哈，有种！来人，拔了他的舌头，敲碎全身骨头喂狗！等等，动手前打听个事儿。怎么，现在想求饶了？那倒不是，我是想问，这善堂大门一关，里头的动静外边听得见吗？万一我这人嗓门大，叫得太惨，把巡街的城防营引过来，是不是不太好？城防营？城防营统领昨天还在陪我家老爷喝酒，就算老子在这儿放把火，也没人敢放个屁。哦，也就是说，这院子里全是刘家的人，没人出去报信？废话，给我上！那就好，省得我一个去追，毕竟演流民挺累的。找死！我的手毒有毒！恭喜你们答对了，可惜没奖。跑！饶命！大爷饶命！抚心谷听说过吗？每隔12个时辰，你的心脏就会像被万蚁啃食，那种滋味比凌迟还要爽。如果不按时吃我的解药，你的五脏六腑会一点点化成脓水，最后流出来。主子饶命！您让奴才干什么都行，奴才就是您的一条狗。行了，别在这儿演苦情戏。老头，看够了就进来收场。属下参见令主。行了，别整这些虚礼，把这些垃圾处理掉，动作快点。刘全，你想活命吗？想，主子您吩咐。换上那些护院的衣服，等会儿你带着这帮人，还有我挑中的这50个力工，照常回峰山。要是敢露出一丁点马脚，相信我，你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是，小人明白。令主，这些人都是生面孔，黑风山那边检查极严，怕是不好糊弄。那是刚才从刘全身上搜出来的，怕什么？有这位刘大管事带路，谁敢查刘家自己的车队？令主，您这是要……你们听着，想活命的，想吃饱饭的，等会儿跟着车走，多看少说，只要老子还在，你们就死不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甲子7号，准备出发。诺。这分明是把整座山当成了军事重地来防守。站住！什么人？哎呦，王队长，是我，善堂的刘全。刘管事，今天怎么这么晚才送人过来？这都什么时辰了？废话，你当这年头囫囵个的青壮那么好找？凑齐这50个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赶紧开门！耽误了主家的大事，你担待得起吗？刘管事，息怒，规矩就是规矩，上面交代了，进出的车队必须严查。王队长，这都是刚挑的流民，臭烘烘的，有什么好看的？刘管事，你今天这状态不对劲，而且你这队里怎么多了这么多生面孔？平日里跟你那几个老兄弟呢，怎么今天一个都没见着？这完犊子了！这胖子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评问老子的人事？老王那帮废物，昨晚喝花酒误了事，已经被我打发去后山喂狼了。怎么，你想去陪他们？刘全，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奉命守关。奉你娘的命！这批料子是三爷亲自点名要的，要连夜送去丹房那边。你再敢多废话一句，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去禀报三爷，让你明天就去丹房当药渣？消气，小人不知道是三爷的要事，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小人一般见识。还愣着干什么？开门放行！哼！不对劲，这空气里的毒液成分复杂，除了矿石本身，还夹杂着几种被特殊手法炼制过的药草燃烧中的气味。丹房、药渣、活人，哼，这些门阀士族玩得挺大。现在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莫烟那女人，估计也是查到了这个核心机密，才栽在里面的。令主，情况不对，他们没带我们去外围的矿区，接下来怎么办？慌什么？见机行事。记住，没我的命令，让兄弟们谁也不许轻举妄动。诺。下车！都他娘的给老子滚下来！哎呦，李队长，您消消气，这大半夜的，怎么还劳烦您亲自在这盯着？刘管家，怎么回事？三爷要的药引还没到，你带这批废物来凑数？你看他们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头，能挂出几两水粉？这要是送进丹房，怕是连个响都听不见。李队长，您误会了，三爷要的极品药引，小的哪敢怠慢，还在四处搜罗呢。这不是丹房那边传话，说辅料消耗的太快，让小的赶紧补充一批生料过来吗？您看，这批货色虽然瘦了点，但胜在新鲜，筋骨都还算硬朗，正好用来填炉子。行了，少废话，既然是填炉子的，就赶紧带进去，别在这碍眼。鬼影长老今天心情不好，要是冲撞了他老人家，你我脑袋都得搬起。吵什么？三爷的丹房外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群看门狗大呼小叫？参见鬼长老。这老头正是那日在京城破旧道观中与厉千珏争吵的血沙楼大长老鬼影，无品质玄境的高手。血沙楼的人，鬼影长老，您怎么出来了？这点小事惊动您老人家。京城那边，李藏月那个疯婆子把我们在京城的根基都给拔了。楼主震怒，命我等加快血神丹的炼制，主药引的药性还差最后一道火候，不能再等了。长老放心，那主要药引硬得很，不过已经被我们用化骨钉锁住了琵琶骨，一身真气十不存一，绝对跑不了。就等您开炉了。将这批新料子赶紧送去净室，饿上3天清清肠胃，正好赶上下次开炉。另外，那悬崖卫的臭娘们儿品阶不低，性子烈，我怕她自绝经脉坏了药效，你派人看紧点。炼化，莫呀，这女人居然被抓到这里，还要被当成炼丹的药引，这帮畜生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关进去，别误了三爷的大事。要是再出岔子，你就自己跳进丹炉里去当药渣吧。是，都聋了吗？把人押进去，动作快点！谁敢磨蹭，老子现在就剁了他！是莫央，真的是他！看什么看？赶紧走！进去！令主，莫押大人他……先别说话，让兄弟们好好休息，保持体力。这顿断头饭他们不吃，我请他们吃。今晚我要送这黑风山里的所有人下去团聚，里面装的是我特制的迷魂伞。等会儿送饭的人过来，把他们放倒，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们出去摸摸底。至于这些人，先留在这里，外面现在太危险。那莫妖大人那边，我去救。那个叫鬼影的老东西，交给我来处理。我们死定了，他们要把咱们当柴火烧。我不想死啊，家里还有老娘等着我回去养老送终。老天爷呀，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老头，去安抚一下他们，告诉这帮人想活命就闭紧嘴巴。诺。快点走，送完这顿断头饭，哥几个赶紧去乐呵乐呵。这批货色太瘦了，鬼影长老根本看不上。可不是嘛，也就配当个添柴的料，早死早投胎。吃吧，都他娘的吃饱点，好上路。大爷，求求您放了我吧，我能干活，我力气大得很，为您当牛做马都行，千万别把我填炉子啊！滚一边去！晦气的东西，弄脏了老子的靴子，真扫兴！赶紧干完活走人。扒下来，处理掉，一点痕迹都别留。老头，你带一半人去把其他石牢里的生料全放出来，别跟他们硬拼，就一个字：烧！把他们堆放草料桐油的地方全给我点了，动静闹得越大越好。我要这黑风山今晚火光冲天。属下明白。你再安排另外一半人去外围的矿区，那里有成千上万的矿奴，他们在这个鬼地方受尽折磨，心里早就憋着火。令主的意思是煽动他们暴乱？这些人就是最好的火药桶，只要火烧起来，矿奴一乱，这黑风山就彻底瘫痪了。那令主您和莫妖大人，他那边我一个人去。令主，您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那个鬼影可是无品质玄境的高手，属下愿为您开路，死战到底。人多目标大，反而坏事。不是，没有可是，那个老东西交给我。那个老东西是五品，你们去了也是送菜。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创造时间，并且尽可能多的带兄弟们活着出去。属下遵令，换上衣服，拿上令牌，跟我走。老实在这儿待着，外面现在是修罗场，乱跑就是死。莫阳，你可得给老子撑住！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鬼长老心情不好，谁要是再出岔子，老子活剥了他！这孙子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巡逻到这里来了？站住！你是哪个队的？怎么脸生得很？回队长，小人是新来的，奉刘管家的命来这边听差。刘全，他人呢？这个时辰，你一个人来丹房种地荒有什么？回队长，刘管家说刚才那批料子鬼魂长老不满意，让小的赶紧去前面看看，能不能再挑几个稍微壮实点的送过来填炉子。刘管家他在前面拉肚子呢。那死胖子懒驴上磨屎尿多。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看来这帮人也没那么好糊弄。烧死这帮畜生！反了，大不了一起死！怎么回事？矿区那边造反了？那是草料场和药库的方向。不好了，今天刚来的那批生料，他们反了，他们到处放火，把药库给点了，还打开了所有石牢，现在正煽动几万矿奴重启关隘，兄弟们快顶不住了！都是死人吗？跟我去药库！要是丹药的辅料出了一点差错，
鬼影长老能把我们的皮都给剥了，挂在崖壁上风干。队长，那丹房这边有鬼长老在，出不了岔子。我们必须保住整个黑风山。走！老头干得漂亮，这把火烧的正是时候。小丫头，别装死了。李苍月那个疯女人手底下倒也养得出几个硬骨头，可惜你的忠诚和骨气马上就要成为这炉血神丹的养料了。等老夫炼成这极品血神丹献给楼主，整个豫州都将匍匐在我们的脚下。喝了这碗催心汤，它能瞬间激发你全身的气血和潜能，让你在巅峰时刻被炼化进这尊铜炉里。这是老夫赐予你的荣幸，你应该跪下来感谢我。老鬼，你做梦！好得很，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肯体面，老夫就亲自喂你。长老，不好了，火势已经蔓延到夭草库了，外围的矿奴全都反了，李队长他们快顶不住了！该死的老鼠，你们两个，属下在，给老夫死死盯住这个丫头，她可是主要紧，要是出了半点差池，老夫活剥了你们的皮，把你们填进这铜炉里当柴烧。大长老放心，属下誓死看守，绝不让任何人靠近。老夫去就回，敢烧老夫的药库，老夫要把那群贱民抽筋扒皮！真晦气，外面杀得热火朝天，咱们哥俩倒好，被派在这守着个半死不活的娘们儿。行了，你就知足吧。外面那帮矿奴疯起来连命都不要，咱们在这儿好歹安全。不过话说回来，这娘们儿的骨头是真硬，琵琶骨都被化骨钉穿透了，令是一声没哼。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们的骨头有多硬。是。喂，醒醒！再不醒，可就真要被人当成药渣炼了。姑爷，哟，还没瞎呀？能认出你家姑爷，看来脑子没被烧坏。您怎么会来豫州这种险地？废话，你以为老子愿意跑这穷乡僻壤来吸毒账？你家主子天天在京城板着个脸，哼！你要是死在这破山洞里，他还不得把气全撒我头上？老子这叫防患于未然。姑爷，外面的动静是你弄的？不然呢？指望那帮甲字7号带人把他们的草料场和药库全点了，顺便把几万矿奴全放了出来。这会儿外面估计正热闹着。贾老也来了，你们带了多少人？就甲字7号手底下的那几个悬崖卫，加上我，刚好凑一桌麻将多点。别管我，姑爷快走，这是陷阱。鬼影是五品之选，豫州刺史他们勾结了血沙楼。五品？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五品。血沙楼怎么了？我顾长生要救的人，阎王爷也带不走。哦，里面装的是我闲着没事提炼的高浓度特制腐蚀酸液。你倒了什么？出门在外，谁还没点底牌，留着点力气喘气？姑爷，豫州刺史早就暗中勾结了血沙楼，他们抓捕流民，就是为了提炼精血，炼制血神丹。这血神丹是献给血沙楼楼主的，一旦炼成，那魔头就能突破3品大宗师。您快走，把消息带回京城，禀报殿下。这些话留着等自己跟我娘子说。能走吗？能。那就别废话，老子来都来了，难不成现在把你扔回那破炉子旁边？属下不是这个意思。黑风山外围驻扎着3000精锐护卫。3000？是。他们都是豫州刺史暗中豢养的私军，装备精良，配有强弓硬弩。贾老他们人手太少，就算煽动了矿奴，也绝对冲不出去的。3000人，这老王八蛋还真他娘的富裕！养这么多私军，他是想造反吗？提炼血神丹牵扯太大，他们必须万无一失。行了，知道了。既然外面有3000人堵着，那咱们就不出去了。不出去，是，全凭姑爷做主。停下！你伤口还在流血。再这么留下去，不用鬼影动手，你自己就得先去见阎王。属下还撑得住。撑你大爷！我给你处理伤口。姑爷，现在不是包扎的时候，鬼影随时会回来，这里太危险了。等我们逃出去，再处理也不迟。老子的话就是理，你是想死在这里？让我回去怎么跟我娘子交代？赶紧的，别逼我亲自动手扒你衣服。姑爷，您说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跟我扭捏？老子连死人堆都爬过。你身上这几两肉有什么看头？赶紧的，你忍着点儿。我这药有点烈，骨头倒是挺硬，你这伤没个10天半个月好不了。接下来给我老实点，
别动不动就拔刀拼命。属下明白，包好了。多谢姑爷救命之恩。要是想谢谢我，就留着点力气喘气，别给我半路死掉。走。姑爷，我们往哪边突围？谁说我们要突围了？去药库。去药库那边不是走水了吗？就是因为那边走水，我们才要去。甲字7号那老头放火，烧的肯定是外围的草料场和普通塑料。这帮世家大族和血沙楼搞出这么大阵仗，真正的极品药材和好东西绝对藏在药库的内库里。可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影那老东西现在肯定急得跳脚，所有的防卫力量都在外围救火，内库现在绝对是个空壳子。姑爷是想趁火打劫？什么叫趁火打劫？这叫没收作案工具。他们拿人命炼丹，老子拿他们点药材怎么了？走，赶在鬼影那老怪物回过神来之前，咱们去把他的牢底给抄了。快把水龙推过来！草料场火太大了，救不灭了！保护药库，鬼长老有令，药库若失，所有人提头来见。外面越乱，咱们越安全。等会儿到了内库，看到什么值钱的药材，尽管往怀里塞。我知道了。这应该就是内库了。哟，贾老头手脚挺麻利，连文卫都顺手解决了。姑爷，这是玄铁打造的重门，里面掺了赤铜，寻常刀剑根本劈不开。没有钥匙，就算五品指玄境的高手来，也得费一番手脚。属下用真气试试，看能不能震开门肘。是个屁！你那琵琶骨刚包扎好，再动用真气，伤口又得崩开。怎么着？真嫌自己血多，想在这儿放血械画符啊？可是这锁……看好了，别影响我听声音。姑爷，您还会开锁？行走江湖，技多不压身。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以前是干嘛的吗？殿下只说姑爷是个奇人。奇人谈不上，也就是个俗人。搞定。我操！这是天山雪莲的莲心吧？这品相放到京城的拍卖行，起码能卖出天价。还真他娘的富得流油，随便拿出一株，放在外面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些都是炼制血神丹的辅料。管他什么辅料，现在都是咱们的了。墨牙，别愣着，赶紧找。找什么？姑爷要带哪些走？带走？带个屁！外面3000私军围着，鬼影那老家伙随时会杀回来。咱们带这些瓶瓶罐罐，是嫌死的不够快吗？那姑爷的意思是吃？吃？对，吃。给我找有毒的，越毒越好。什么南疆的毒骨草，西域的断肠花，极阴之地的半妖草，只要是带毒的，全给我翻出来。姑爷，这里有一株碧鳞幽冥草，剧毒无比，触之肌肤溃烂。好东西。这草毒性猛烈，常人沾染一点便会穿肠破腹，你怎么直接吃了？老子是常人吗？别停，继续找。这玩意儿不够劲。我现在是7品破王境，对付外面那些杂庸没问题，但如果撞上鬼影那个老怪物，咱们俩加起来都不够他一只手捏的。那老怪物至少是5品指元境，甚至是4敏天象境的边缘。可这是毒。我的功法特殊，必须以毒攻毒。功法特殊也不能这么吃啊！您看看您现在的脸色都发绿了。我的万毒经卡在第2重已经很久了，只要今天能借着这老怪物的药库突破到第3重，再加上我的药王炼体术，我的肉身强度和真气质量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万毒经，你听好了，咱们能不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全看老子今天能不能把这第3重给冲开。毒誓。终于明白殿下为何会对这个看似纨绔的驸马另眼相看了。这根本不是个纨绔，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个对自己比对敌人还要狠的疯子。姑爷，这里有3枚赤尾蝎王的毒囊，拿来。这是9幽寒毒果，给我。还差一点，就差那么最后一口气。姑爷，能找的地方属下都找遍了，带毒的药材已经全空了。全空了？这帮豫州的狗官和血沙楼勾结，搜刮了这么多年，药库里不可能就这点毒草。他们抓了几万矿奴，难道全是用普通草药喂出来的？属下真的翻遍了，剩下的全是千年人参、极品血脂这些大补之物。补药有个屁用！老子现在需要的是毒，越毒越好。该死！我的万毒经第2重巅峰就差临门一脚，现在体内毒气乱窜，要是压不住，不用外面那帮人动手，我自己就得爆体而亡。姑爷，您先停下运功，您体内的气息已经彻底紊乱，再这么下去，我们还没出去，你就先必定爆体而亡。停下！现在停下就是等死。外面3000私军，还有一个5品指元境的鬼影老狗。我若是停在7品破王境，拿什么带你杀出去？可是没有可是，老子今天死也得冲破这道坎儿。一定还有，在那儿。这是什么？姑爷不可，这匣子上贴着镇压符箓。
镇压符箓怎么了？能用这种符箓镇压的，肯定是凶险的毒物或邪物。您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放手！我修炼的万毒经，就是要在生死边缘游走，没有大凶之物，怎么破开这该死的瓶颈？殿下把您托付给悬崖卫，属下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您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就走。外面虽然有3000私军，但贾老他们还在制造混乱。我们趁乱摸出去，总有一线生机。别拿李沧月压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懂不懂？现在是我说了算。可是，这是认识？血毒内丹。你认得这玩意儿？这是妖兽内丹，看着色泽和气息，至少是100年以上的火毒妖兽，常人触碰都会被火毒灼伤。您千万别……这老狗还挺会藏，那正好，老子就缺这口大补药。姑爷，鬼影老狗，多谢你的慷慨赞助了。姑爷，别过来，退后，离我远点儿！狗日的鬼影，这内丹里到底掺了什么鬼东西？给我破！姑爷，药王炼体，万毒归宗，万毒经第3重成了。7品破幻，不对，这不是7品。6品金刚镜。姑爷，您的气息怎么被吓到了？不是太收敛了，刚才还非常狂暴，现在却感觉不到任何真气波动。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真以为您只是个普通人。走吧，现在的我足以瞬杀铜镜，就算是5品指玄，老子也能掰下他几颗牙来。哪个不知死活的畜生敢动老夫的血毒内丹？姑爷，鬼影已经察觉到了，等他们过来，肯定会把这里团团围住。我们现在在内库的死角，只有一个出口，一旦被堵住，我们就死定了。所以呢，你有什么想法？硬拼肯定不行，鬼影发怒了肯定会下死手，加上外面3000装备精良的私军，我们根本打不过。你倒是聪明，没脑子一热就喊着要留下来殿后。姑爷说的对，属下若留下，不仅挡不住他一招，还会成为姑爷的累赘。殿下教过我们，白白送死是愚蠢的，只有活着才能把情报带出去。我虽然刚突破，呸，手眼得很，想拿这老狗练练拳。但外面那3000个铁罐头可不是闹着玩的，对面人多，优势不在我。这内库4周的墙壁全是用赤铜玄铁浇筑的死墙，普通的刀剑根本留不下痕迹。谁说没有？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附近的地形？根据属下潜入时的推算，这面墙的正后方应该是黑风山的地下暗河。他们为了压制溶洞里炼丹炉的地火，特意引了暗河的水脉。有河就行，走水路，他们那3000私军就成了摆设。赤铜玄铁很坚韧，就算是5品高手也要打上几10下才能打穿。要是我们产生的动静太大，鬼影马上就会杀到。谁说我要用砸的？这万毒真气居然这么厉害！别愣着了，走！小贼受死！老夫的药，老夫的极品辅料，内丹，老夫的血毒内丹！追！老夫要活剥了你们殿前灯！姑爷，这通道深不见底！抓紧我！这还真是地下暗河，连玄铁岩都能融化，这等毒功，属下在悬崖卫的卷宗里从未见过。没见过就对了。你家主子天天把我当废柴养在府里，我能不留点底牌吗？殿下没有把您当废柴，殿下其实很看重姑爷的。看中个屁！他那是看中我这块挡箭牌好不好用。老子隐藏实力，就是不想搅和进你们大前皇室那些烂摊子里。姑爷隐忍多年，就是为了避开朝堂纷争。木秀于乐，风必摧之。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老子只想安稳苟着。我来豫州只是为了收购蝗虫。谁能想到还能戳上豫州刺史这老王八蛋造反？豫州局势复杂，眼下只有姑爷您能破局。少给我戴高帽！他就是想借我的手把豫州这帮贪官污吏连根拔起。这帮孙子也确实该死，抓了几万流民当矿奴，就为了提炼精血炼丹。那鬼影老狗也是个奇葩，拿妖兽内丹炼药，也不怕吃出病来。姑爷，鬼影肯定会顺着暗道追下来。这老怪物精通追踪之术，只要有一丝气味，他就能像疯狗一样咬住不放。他敢下来，我就敢让他有来无回。这里是地下暗河，空间狭窄，他要是敢在水里跟我动手，老子就让他尝尝万毒经第3重的威力，把这河水全变成毒汤，淹死他个老王八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顺着水流走，
地下暗河必有出口，只要能出去，天高任鸟飞。撑不住了，属下没事。少逞强，伤口沾了阴河的水，寒气入体，我用毒气帮你把寒毒逼出来，忍着点疼。姑爷，别说话分心，老子刚突破，真气还没彻底稳固，这会儿渡给你，等于是在割肉。你要是再敢废话，我就把你扔河里喂鱼。有光，看来快到出口了。那是血，人血。这是血煞楼的万血化灵阵。这帮畜生，这得填进去多少条人命？看来我们歪打正着，跑到豫州刺史和血煞楼真正的老巢来了。两位深夜造访，弄出这般大的动静，倒是扰了在下的雅兴。雅兴？大半夜在这阴暗潮湿的地洞里，看一口煮着血水的破锅，阁下的雅兴确实异于常人。年轻人口齿伶俐，救不了你的命。能走到这里，说明上面那些废物没能拦住你。不过擅闯本座的万血化灵阵，你打算留点什么作为赔礼？你看得出这老小子的深浅吗？姑爷，此人气息渊经月至，站立之处仿佛与这方天地融为一体。属下曾跟随殿下有幸见过四品天象境的高手出手，威压也不及他这般深不可测。若属下没猜错，他极有可能就是血煞楼的楼主。楼主，那就是这条利益链上最大的头目了。姑爷，不可力敌。他若真是血煞楼楼主，修为恐怕已至四品巅峰，甚至半步三品。我们现在被堵在这里，后有鬼影，前有楼主，局势极度危险。有点什么？阁下这话说的见外了。我一个路过的买卖人罢了，本来想来豫州收点蝗虫做生意，谁知道一脚踩进了你们的血池子里。买卖人，既然是买卖人，那我们不妨做笔买卖。本座观你体内气血翻涌，带着一股狂暴的炽热，似乎刚刚吞服了什么了不得的灵药。你自己走入阵中，化闻本座的药引，本座做主，留你身边这丫头一命。药引？拿我一条命换他一条命，阁下这算盘珠子蹦得真响，我在京城都能听见声儿。能成为血神丹的一部分，助本座登临三品大宗师，这是你的荣幸。荣幸你大爷！你在这煮了这么多人血，也不怕遭天谴，还大宗师？我看你像个大棒槌。姑爷，别激怒他，怕什么？老子刚刚弄出那么大动静，连他的宝贝内丹都给吞了。以他这高手的做派，早该一抬手把我秒了。难道有诈？该不会是阵法到了关键时刻，他根本脱不开身？现在动手，这老小子绝对要遭到阵法反噬。气势不错，但光凭吓唬人，可拿不走你要的东西。让我当药引，你也不怕崩了你那口烂牙？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丹没了，那就只能用你的身体来补了。姑爷，阵法边缘有真气流转的死角，若他出手，属下可燃尽精血，为您破开一家。闭嘴，老实待着！老子还没沦落到让娘们儿挡枪的地步。哼，老王八蛋，你不是想拿我炼丹吗？老子今天就给你加点猛料，看看你这口破锅能不能炖得下！庶子狂妄，入鼎来！万毒归宗！姑爷，阵基被您的毒气切断了，血气在倒流，阵法要塌了。那是，老贼，我这口陈年老血味道怎么样？这怎么可能？本座的万血化灵阵乃是至阳至刚的精血凝聚，万邪不侵。你区区一个6品武夫，就算修了毒功，怎么可能封蚀得了本座的血气？我的阵法，我的大宗师之位，亏我100年到今。本座今日哪怕不要这身修为，也要将你抽筋拔骨，挫骨扬灰！别叫唤了，强行脱离阵眼，气血闹流。你现在的境界，怕是连4品天象都稳不住了吧？就这还想拿我当药引？姑爷，他根基已毁，真气暴乱，撑不了多久。撑不了多久也是个瘦死的骆驼。4品天象境，就算跌到初阶，那也是4品。你这黑血里带着极阴的死气，
还有妖兽内丹的霸道火毒，能有如此霸道的毒功，绝不是泛凡之辈。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说了，路过的买卖人，本来想着收点蝗虫赚点小钱，谁知道你们这帮人这么不讲武德，非要拉着我炼丹。怎么，现在丹炼不成了，想打架？庶子欺人太甚！姑爷，快躲！躲不掉他，他锁定了契机。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这没牙的老狗还能咬多重！靠，四品天象果然有点东西。姑爷，让开，死不了。老子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老子不仅能挡住，还能要你的命！放屁！本座就算跌落境界，杀你也是易如反掌。是吗？你现在不如内视一下自己的奇经八脉，你周围毒气弥漫，你吸入了那么多，已经渗透进你的心脉里了。老王八蛋，这万毒归宗的滋味如何？你这阴险的庶子，本座杀了你！来得好，正愁找不到人检验万毒经第3重的威力呢。墨鸦，退到通道口去，守好退路。姑爷当心！老东西，没吃饭吗？庶子，敢羞辱我！力气这么小，还想杀我？你这4品天象的水分太大了！血影狂刀！痛快，老狗，你没招了吧？模样，风剑扯掉，这老小子已经废了，快撤！楼主，您怎么弄成了这副模样？鬼影，你来的正好，快替本座压制心脉的毒气。那庶子毁了本座的阵法。楼主放心，老夫这就帮您解脱。鬼影，你敢背叛本座？背叛？楼主，血煞楼不养废人，这规矩可是您当年亲自定下的。您忘了上次立一千诀任务失败，您是怎么将它融入血池的吗？血煞楼只认实力，不认废人。别怪我楼主，老夫停留在5品巅峰已经整整10年了，我也想要修为大进。您的残余气血和这满池的底蕴，就当是成全老夫的武道之路吧。司马荒无能，致使圣教受损，大长老拨乱反正，实乃我血杀楼之幸。属下拜见楼主，愿为楼主赴汤蹈火。我拜见楼主。好，传我令下去，顾长生刺杀楼主，毁我大阵，传血杀令，举全楼之力，无论生何，老夫要他在豫州寸步难行。安全。那老家伙的4品底蕴真厚，最后那一下，震得我5脏6腑都快移位了，现在喘气都疼。你的伤如何？托姑爷的福，之前入体的寒气已经尽数秋散，真气勉强恢复了3成，不妨碍行动。爷，您的内息很乱，刚才强行催动万毒真气硬扛4品天象，经脉已经受损，必须尽快找个地方调息，否则会留下暗伤。死不了。那老东西的4品天象水分太大，加上被阵法反噬，能发挥出1半的威力就不错了。我这6品金刚境的肉身也不是泥捏的，养2天就能生龙活虎。那是什么玩意儿9道血烟，这是血杀楼最高级的血杀追杀令。一旦此令发出，血杀楼所有潜伏在暗处下的杀手死士，无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都必须立刻放下一切，全力追杀目标。追杀令？对，血杀令一出，倾巢而出，不死不休，这是针对我们的。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司马荒那老家伙已经被我的死气混着火毒切断了心脉，他就算是大罗金仙下凡，这会儿也得瘫在地上吐黑血。
根本不可能有余力去发什么最高级别的追杀令。姑爷的意思是，这追杀令不是司马荒发的？80%不是，那老东西的底子都被我掏空了。阵法反噬加上万毒归宗，他就算不死也成了个废人。那会是谁？谁知道呢？血沙楼这种见不得光的杀手组织，内部为了上位互捅刀子的事儿还少吗？说不定那老小子前脚刚倒下，后脚就被人给抹了脖子。不管是谁发的，这9道血烟一出，我们在豫州算是彻底暴露了。血沙楼必定会暗地里联系豫州的地头蛇。你是说冯家和刘家？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豫州城门肯定全封了，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这帮地方世家为了点粮食和盐铁的利益，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姑爷，现在如果我们稍微露一点行踪，迎接我们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刺杀。我脑子又没进水。这时候往京城方向逃，路上全是他们布下的暗桩，那不是上赶着给人家送人头吗？可豫州各处关卡必将封锁，姑爷，我们下一步去哪儿？我问你个事。姑爷请讲。豫州境内现在有多少悬押卫？回姑爷，豫州境内明庄暗哨加起来共有6000悬押卫。6000？是。这6000人装备如何？战力如何？皆是精锐，7品破望境以上的高手有300人，8品炼气境有2000人，余下的皆是9品磨皮境的死士。6000悬押卫足够把这豫州的天给翻过来了。姑爷，这是……持我令箭，召集豫州境内所有悬押卫，我要在半个时辰内看到这6000悬押卫集结完毕。半个时辰？对，半个时辰，能做到吗？能。悬押卫在豫州有特殊的传讯渠道，只要令箭一出，半个时辰内所有人都能赶到指定地点。很好。姑爷，那公主那边？另外，你传讯京城，告诉苍月，豫州刺史勾结血沙楼谋逆，证据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属下明白。让他在朝堂上把那帮老家伙盯死了。豫州这边一动手，京城肯定会有动作，别让那些世家大族在背后捅刀子。属下一定把话带到。该收网了。姑爷，我们现在去哪儿等悬押卫集结？去哪儿？当然是去做买卖。做买卖？我本来就是来豫州收蝗虫的。现在刺史老贼和血沙楼的人满世界找我们，恨不得把地皮都翻过来。他们把主力都派出来抓我们了，那他们的大后方现在必定空虚。您是说，刺史府囤积粮草和兵马的西山大营？聪明，造反得吃粮，炼丹得烧钱。西山大营是他们的命脉，里面堆满了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粮食，还有他们暗中招募的私军。姑爷打算直接动西山大营？不然呢？留着给他们过年吗？可是西山大营就算防守再空虚，也驻扎着至少5000私军，我们只有6000悬押卫，正面硬碰硬，恐怕会有伤亡。谁说要跟他们正面硬碰硬了？那姑爷的意思是毁了那些粮草？毁了？你封还是我封？豫州现在遍地恶评，老百姓连树皮都啃光了。这西山大营里堆着的不是粮食，是命。我大老远从京城跑来收蝗虫搞赈灾，反手把粮仓给毁了。那我不成了这豫州最大的祸害了？姑爷的意思是，咱们这位豫州刺史不是一直给京城发折子，说豫州境内流寇四起，匪魏难平，所以才需要加派兵饷封锁粮仓吗？他既然说有流寇，那咱们就帮他把这出戏唱真了。告诉兄弟们，把身上的悬押卫制式假诏全脱了，换上那帮刺史府私军的破烂衣服，或者直接扯几块烂布蒙头。属下就去发信号。去吧，今晚咱们不去烧粮，咱们去搬粮，把西山大营所有的粮草一粒不剩的给我抢出来。属下这就去安排换装。追杀令，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抄家灭门。姑爷，6000悬押卫已全部集结完毕。都准备好了吗？马匹3000，大车500，皆已在陵后待命。很好，兄弟们，今晚咱们的身份不是悬押卫，而是流寇。前面10里就是西山大营，那是豫州刺史和那些世家大族藏粮食的地方。他们把老百姓的口粮抢光了，藏在那里准备造反。我们今晚过去，不为了杀多少人，我们只做一件事：冲进去，把守卫打残，然后把每一粒粮食都给我装上车运走。要是有人敢拦着咱们发财，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吗？墨鸦，属下在。墨鸦，你带2000人绕到大营后方，切断他们通往城里的求援途径。凡是想跑出去送信的，一律格杀勿乱。遵命。剩下的人跟我从正面突进去，出发。哎，听说了吗？冯今天又运了一批新强的小娘子进城，那场面。咱们兄弟守在这穷山沟上，连口肉汤都喝不上，全是那帮世家大族在捞好处。这鬼天气，真他娘的冷！别抱怨了，拿起精神来！上面发了最高级别的追杀令，城里现在乱成一锅粥，咱们这里可是重中之重，要是出了半点差错，脑袋都得扳机。师长，
你说刺史要抓的那几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不该问的别问，听说是个京城来的大人。滴血！抢粮了，兄弟们，冲进去，谁抢到就是谁的！滴血！有人劫营！快拦住他们！滚开！你们是什么人？哼，竟敢冲击官军的营营！老子是你要找的流寇啊！绑了，把嘴堵上。姑爷，后方通往豫州城的6条小道已全部切断，一共12个试图突围报信的士回，一个没留。干得不错，粮仓打开了吗？已遣人破锁。老鼠都胖得走不动道，全是脱壳的精米。豫州城外的百姓在啃树皮，刺史府和世家倒是在这里屯了座金山。查清楚总数了吗？回姑爷，16仓，粗略估计至少有精粮30万担。传令下去，把带来的500辆大车全部装满，装不下的用战马驮。是，运往何处？一半粮食连夜运往悬崖卫在豫州城外的隐秘据点，化整为零，藏入地窖。姑爷，剩下的一半如何处置？运不完就分了。您的意思是？留下一半运往咱们的秘密据点，留作后续赈灾的底牌，剩下的一半直接撒在路边，沿途撒向周边的荒村。姑爷，这样会不会暴露咱们的行踪？哼，暴露什么？流寇抢了粮，分给穷苦老百姓，这不是很合理的戏码吗？这叫收买人心。去办吧。等等，让兄弟们动作快点，把藏矿里的麻袋多划破几个，粮食撒得越满地都是越好，场面越乱越像流寇过境。遵命。禀报大人，东面5里外发现大批骑兵，正朝西山大营而来。看旗号，是冯家的2000精骑回来了。姑爷，冯家的人原本是去封锁各处城门关卡的，看来是看到了这边的火光，半路折返。哼，来得挺快。粮搬了多少了？大半已经上车了。好，传令下去，全员撤退，留下一队兄弟殿后，在路上多设些障眼法，别让他们追上。是，全军撤退。人呢？大营的守军死哪儿去了？为什么连个站岗的官兵都没有？二爷，出事了！营门是被从里面强行破开的，守军的兵器散落一地。我长着眼呢！5000守军，连个大营都看不住，到底是谁干的？看现场留下的痕迹，是刘父劫营。放屁！哪里的刘费能在半个时辰内击溃5000正规4军？还有大营遇袭，为什么没有人突围去报信？为什么我一晚上都没有接到求援信号？快跟我去粮仓！粮食要是出了差池，刺史大人非扒了咱们的皮不可！这他娘的是有预谋的军队劫营！我的16仓精粮！二爷不好了，城里出大事了！又怎么了？天塌下来了吗？天真的塌了！不知道是谁在城里四处颁发告示，说咱们冯家大院和各大粮行地窖里藏着几10万担粮食。现在全城的百姓都疯了，正在冲击咱们的粮行，大门都快被撞破了。这是要把我冯家往死里逼！回城！快给我回城镇压！二爷，那这西山大营还管是老巢都被人端了，撤！回城！殿下，夜深了，应该歇息了。可是豫州那边有消息了，驸马爷出事了。他没事，他不仅没事，还把整个豫州的局势都给掀翻了。驸马爷干什么？他带人废了血沙楼的楼主，顺手把豫州刺史藏在西山大营的30万担精粮给劫了。现在证据全捏在他手里。驸马爷，他一个人干的？他带着悬崖卫干的。这家伙总是能干出些出人意料的事。殿下，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豫州那边闹得这么大，朝堂上那些世家大族明天肯定要借题发挥。借题发挥？本宫正愁找不到由头收拾他们，顾长生把刀都递到本宫手里了。本宫要是不砍下去，岂不是辜负了他这番折腾？你先去准备朝服，明日早朝，本宫要亲自会会那帮老狐狸。我要在豫州刺史的请罪折子送进京之前，先给这件事定下调子。豫州匪患猖獗，地方官员无能，世家大族囤粮误国。奴婢遵命。还有，你再传令给兵部，就说豫州匪患猖獗，本宫要调京郊北大营的5000精骑往豫州方向拉练。殿下这是要给驸马爷撑腰？名为操练，实为施压。
地方世家手里有私军，本宫就要让他们看看朝廷的铁骑是不是摆设。最后，去知会御史台那几个咱们自己人，让他们明天早朝准备好弹劾豫州周刺史的折子，内容不用多写，也不用扯谋逆造反，就死死咬住30万石精粮来源不明这一条。本宫倒要看看，朝堂上谁敢替他刘昌说话。奴婢这就去办。他负责在豫州动手，本宫就在京城收网。这些世家大族一个也别想跑。白米是白米，老天爷，这是白米啊！我孙子3天没吃东西了。别急，都排好队，一家一家来，老人小孩先领，谁敢插队，老子打断他的腿。姑爷说，黄土堂这一批已放出精粮800兆，加上昨晚沿途在南庄、枣林铺、马家沟3处投放的，目前一共放出粮食约21000兆。百姓的反应怎么样？南庄的那批粮刚摆上去，百姓哭着就跪了一片。枣林铺更夸张，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们兄弟的手不肯松，说活了一辈子头一回见人白送粮。马家沟那边有个意外，一群年轻力壮的汉子收了粮以后，自发拿起扁和锄头，说要跟着咱们造反。造反？他们也就嘴上痛快，让兄弟们把那些汉子劝回去，粮食分给百姓就行了。我不需要平民百姓来趟这趟浑水。已经劝了，不过百姓间已经在传一句话。什么话？说豫州城里的冯家和刘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棺材，外头来的流寇比官府还讲良心。流寇比官府讲良心？行，这帽子我戴了。盯着城里的情况，有什么动静？有，城里的暗桩传信，告示贴出去之后，效果比预想的更大。怎么说？冯家在城东的3处粮行已经被愤怒的百姓全部砸烂了，刘家在城西的2棵盐铺也被波及，连带着被一起砸了。冯连成带兵回城后，在粮行门口跟百姓对峙了将近1个时辰，但不敢真的下令屠杀。为什么不敢？因为告示上写的是冯空私囤粮食，勾结刺史鱼肉百姓。冯家现在但凡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等于坐实了更高尚的罪名。这帮世家还知道要脸。刺史那边呢？刺史府目前大门紧闭，除了留守的几百名府兵之外，府内只剩下刺史本人和他的幕僚班级。几百名府兵？对，精锐司军有5000在西山大营被我们击溃，冯家2000骑兵折返回城平乱，刘家的1000多人被派去封锁各处关卡，至今还没收到撤回的命令。也就是说，刺史府现在是最空的时候。莫牙，我们接下来该换个身份了。姑爷，如果只是劫粮办流寇无可厚非，但如果要拿下刺史府办流寇就不合适了。刺史是朝廷命官，就算他谋反的证据再充分，如果被一群流寇冲进去抓了，朝堂上那帮人第一个跳出来的就会追究在豫州豢养私兵冒充流寇的人，这口黑锅会直接扣在公主殿下头上。亮旗，以玄押卫的身份进城，持长公主令牌，光明正大的拿人，名正言顺，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传令下去，所有悬押卫恢复制式甲胄，列阵入城。姑爷，前方1里就是北门。城头上有动静，看旗号和甲胄，不像是冯家或刘家的私军，应该是刺史府的正规府兵。消息传得倒快，全军保持行军速度，直奔北门。是。大半夜不让睡觉，搁这吹冷风。赵大人，事后来报，北面官道上发现大批人马，正朝咱们这边来了。多少人？看不太清，雨太大，但少说也有好几千。几千？什么人？是昨晚劫大营的那帮刘废？不像。事后说对方阵型齐整，行军有章法，不像是匪类。把弓弩手都给我交起来！是。来者何人？豫州重地，刺史府已下令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擅入。监国府悬押卫奉旨巡查豫州，开城门。赵大人，悬押卫是监官府的兵马，对手手头还持长公主令牌，可调动地方兵马，咱们要不闭嘴？什么悬押卫？谁知道是真是假？昨晚西山大营刚被几千流寇端了，今天就冒出一支打着悬押卫旗号的兵马要进城，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充的？按大前律例，悬押卫执行钦差事务，地方官府有配合之责。你要是不认这块牌子，我可以理解为豫州刺史府公然抗旨。我不管你什么令牌不令牌的，刺史大人有令，豫州全城戒严期间，一兵一卒不得入城。你要进城可以，让你家长公主亲自来递手令，走兵部的正式调令，否则谁来了都不好使。开城门。你聋了还是我聋了？我说了不。破门。前军听令，攻城器上前，破巨马，撞城门，凡有阻拦者，上！好好，你们敢攻城？本校官可是奉豫州刺史之令戒严城门，你们今天敢冲进来，
明天我姐夫的折子就能递到御前。我看你们长公主府到底有几颗脑袋够砍的！来呀，放箭放箭，给我射！老子今天非得把你们拦在这里！他说完了，还有谁有话要说？全军止战，开城门，快把军马撤了，快！进城。姑爷，射杀城门校尉这件事，朝堂上会有人拿来做文章。我知道，谕令写得很清楚，悬押卫执行钦差任务时，地方官员阻挠不配合者，可先斩后奏。赵凤一不验牌，二不让路，三下令放箭射杀钦差队伍，这叫什么？抗旨！抗旨具查，我杀他天经地义。就算京城那群老贼要告御状，也得先解释清楚他凭什么下令戒严，不让钦差进城。这笔账迟早要到御前去算。但到了御前再说，眼下刘恒那儿的证据一刻都不能拖。墨鸦，刺史府怎么走？走朱雀大街转北，过水渠桥，再行半里就是刺史府正门。刺史府的防御布置搞清楚了吗？按庄回报，府内目前只有400余名府兵，府墙东西各一座箭楼，正门有巨马和陆雷。刺史府本身是前朝节度使的旧宅改建，越墙虽厚，但不算高，翻墙并不难。此外，刺史的幕僚长钱穆和掌印师爷应该都在府内，账目和书信极有可能存放在后院的暗房中。账目，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有了这东西，李曾在京城的朝堂上才能一锤定音。你带2000人控制城内的府库、官仓和军械库，账册和文书一页都不许动，全部封存。明白。再拨1000人控制城南和城西，封锁永安巷崇文街北门大道，不许任何人出城。敢反抗的不用请示。剩下的3000人，跟我去刺史府。今天这场雨挺大，走去会会咱们这位刺史大人。不对劲，大人，要不要派人翻墙探路？不用。信。大人，搜过了，全空了。400府兵凭空消失，桌上的茶还是热的，甲胄丢了一地，4门都被控制，他跑不掉。重点搜后院和祠堂。大人，人在后院最里头的祠堂。带路。先退下吧。监公府悬押卫奉长公主令查办豫州司军屯粮一案。你就是长公主的驸马顾长生。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跑？天下虽大，皆是朝廷地盘，我能跑去哪儿？你要的东西都在那儿。我当年跪在这儿发过誓，要做一任清官。所以你囤了30万担精粮，让城外百姓啃树皮。我做了16年的官，也当了16年的窝囊废，你以为我愿意？你可以解释。我减赋税，开荒田，百姓确实有活路。第4年，冯家找上了我，他们握着豫州6成的田地，我不肯开方便之门，他们就联合大族把我彻底架空。政令出不了府，银子全被截留。再然后，京城来了一封信。谁的信？写信的是户部侍郎张明远。他说了什么？他说豫州水深，让我别跟冯家作对，否则朝中保不了我。我试过反抗。第5年，我写密折想捅到御前，结果送信人被劫杀，尸体扔在刺史府后门。第2天，冯家老太爷来喝茶，笑眯眯地问我，在京城的妻儿万一出意外怎么办？他们够得到我的家人。从那以后，豫州就姓冯了。你说你是被迫的，可调调30万石精粮的字是你签的，印是你盖的。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一个娘把最后一口树皮嚼蛋喂给孩子，但那孩子已经死了，眼睛还睁着。你身不由己，那死在城外的几万百姓是被谁逼的？辽民的怒火需要人承担，不能是朝廷，只能是你。把名单给我，3本账册、书信底稿，还有京城6部及地方23名官员的名单。抄家问斩我认了，就当为豫州百姓做最后一件事。我死不足惜，但我母亲和2个女儿什么都不知道，求你。你家人的事，我做不了主。来人，绑了，押走。是。姑爷，钱穆拿到了，刺史也落网了，怎么处置？关起来好吃好喝供着，活证据比死了值钱。他的东西呢？暗宅抄了3口箱子，我们赶到时他正在烧，核心的账目和书信全抢下来了。刺史这边交了京城23个人的名字。姑爷打算怎么办？我今夜就走，带着这些催命符连夜回京。消息传回京最多2天，必须赶在他们销毁证据前动手，名单上的东西才不会废。我调3000人护送姑爷。不用，带500轻骑日夜兼程。500人快，3000人太扎眼。豫州到京城600里，我路上自己安排换马。豫州交给你，冯家2000骑兵还没缴械，这颗钉子该拔了。属下明白。还有，
洪秀在城外据点，派人看好他。姑爷放心，出发！大人，马快不行了，全在涂白沫，换备用马，继续走。兄弟们能撑马真撑不住了，废也要给我废在路上。30万石精粮在山里发霉，百姓在外面吃观音土。那个把树皮嚼烂喂死鹰的母亲，这事儿老子过不去。驾！殿下，城门急报，驸马爷回来了。这么快，让他先回府歇息。本宫今日要在朝堂上会会那帮老狐狸。殿下，驸马爷没回府，去哪儿了？他带着500轻骑进了城门，连气都没喘，径直朝着六部衙署去了。绕开我，直接去六部。这家伙手里捏着铁证，不给我发难，又在憋什么坏水？殿下，六部重地，要不要派人去拦？这要是闹起来，御史台非把咱们屋顶掀了不可。掀就掀，他既然敢去踹六部的门，本宫就敢替他兜着。什么动静？放肆！六部重地岂容纵马！驸马爷，户部重地无内阁手谕，任何人不得带兵闯入。悬押未办案。大人，就算办案，也需长公主手令。没有，没有手令，恕难从命，请退下台阶。破门。没听懂。给老子把门踹开！尔敢！今年的夏税，豫州那边报上来的数目又少了2成。豫州闹蝗灾嘛，刘昌那个人死脑筋，咱们做京官的得多体谅地方的难处。大人说的是，只是这账目上差的窟窿。做平他就是了，多大点事儿。哎呦，怎么回事？外面在闹什么？顾长生，你好大的胆子！私闯朝廷布堂，踹毁官署大门，你是想造反吗？造反？这位大人，你这话说的，我一个驸马造哪门子反？那你带兵强闯户部，是何居心？本官今日必上奏折，参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仗着长公主的事，就敢在六部衙门撒野！来人，快去通报兵马司和京兆府，把这些反贼拿下！那个叫张明远的在里面吗？回大人。那个叫得最响的就是户部左侍郎张明远。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顾长生，本官乃是朝廷3品大员，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御史台的折子能把你淹死！你给我站！嘿，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是替朝廷打的，识君之路，却形如豺狗，助国家之根基，当打！你血口喷人！我张明远何时做过对不起朝廷的事？第2掌，那些啃着观音土活活饿死的几10万百姓打的，身为父母官，却视民如草芥。我没去过豫州。第3掌，替你爹娘打你，生而不教，为祸一方，养出你这等衣冠禽兽！反了！你安敢如此折辱朝廷命官？本官要去敲灯论鼓，本官要去御前告御状。去，现在就去，我不拦你。既然你不敢去，那就闭嘴。顾驸马，你这是做什么？陈尚书得罪了，本驸马奉长公主之令，查办豫州贪墨私囤军粮一案，张明远涉嫌勾结地方世家，截留赈灾银，罪证确凿。即便有罪，也该由大理寺和刑部会诊。你悬衙卫有什么权利直接来户部拿人？陈尚书，本官办案不讲规矩，只讲铁证。大前26年，授意豫州刺史刘夯截留朝廷拨付的赈灾银20万两。大前27年，伙同豫州冯家私吞西山大营30万担精粮。大前28年，通过地下钱庄将10万两白银转移至他张明远私人名下。张大人在名单上排第1个，长公主有令彻查此案，绝不姑息。口说无凭，驸马可有证据？证据自然有，而且确凿无疑。不过这东西我得亲自呈交给长公主殿下。尚书大人若是想看，等明日朝会上，自然能看个明白。既然涉及大案，又有豫州刺史的供词，本官自然不能阻拦悬衙卫办案，但驸马行事未免太过粗暴，还需顾及朝廷体面。尚书大人教训的是，下次我尽量轻点。你胡说，我没有，是刘汉那贼想要诬陷我。陈尚书，救命啊！下官是冤枉的，放开我！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绑结实点。走。人没给本王杀了，
居然让人抓住把柄！殿下，名单上的人有17个，都是咱们的。我养的狗反被狗咬了，我给了他们豫州的盐铁专营权，让他们杀一个人，结果呢，人没杀成，反倒被人端了老巢，连刺史府都丢了。殿下，冯家和刘家已经全军覆没了。冯万山被玄牙卫当场格刷，刘伯庸和刘昶叔侄2人都被押回了京城。殿下，说，玄牙卫虽有先斩后奏之权，但此权仅限于紧急军务和谋逆大案。今日顾长生一口气抓了23名朝廷命官，其中不乏3品、4品大员。此事动静太大，必然会引发朝野震动。你的意思是，大理寺，殿下可以联合御史台，以玄牙卫越权办案、擅自拿人为由，要求三司会审介入此案。只要三司介入，案件的审讯权就不再由玄牙卫独揽。你是说，把审讯权从玄牙卫手里抢过来？不是抢，是共管。依照大前律制，涉及3品以上官员的大案，三司会审本就是正途。殿下提出这个要求，名正言顺，谁也挑不出毛病。只要三司介入，审讯的节奏就由咱们来控制，拖1天是1天。那些被抓的人，有些嘴硬的还能撑住，但时间长了就难说了。关键是绝不能让玄牙卫单独提审，那23个人里，有几个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如果让玄牙卫连夜突审，撬开他们的嘴，后果不堪设想。周大人是本王一手提拔的，家中老小都在京城，他不敢也不会反水。但赵文渊，赵大人是老派的清流，不站队，那就够了。传我的话，让赵文渊今晚就拟好奏折，明日早朝上奏，以玄牙卫程序不合规为由，请求三司会审共同接管此案。措辞要讲究，不要直接针对长公主，把矛头对准顾长生。他一个驸马，带兵强闯6部衙门，当众殴打3品大员，这本身就是僭越。就算他手里有铁证，程序上也站不住脚。殿下英明，以程序失衡，以律法争时间，此为上策。哼，上策？这只是拖延之策。顾长生比本王想象中的要难对付得多。殿下，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文任先生之后，殿下身边缺个能谋划大局的人。你闭嘴！从今日起，与冯家有关的一切书信、往来账目全部销毁，凡是跟豫州沾边的人，一律晋升。是，属下明白。后面那些人的事，陆七全权负责。名单上剩下的人，天黑之前必须全部拿下。是。驸马爷，殿下在正堂等您。等多久了？从您踹户部大门那会儿起，就一直在等。行，我现在就过去。娘子，东西在这了。今天踹了户部的门，打了张明远3个耳光，抓了23个朝廷命官，够热闹的。消息传得这么快？不用传，你带500骑兵在6部衙门前策马狂奔，半个京城都听见了。御史台今天下午弹劾你的折子，已经摞了这么高。谈就谈呗，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你倒是不怕？有什么好怕的？该怕的是他们。你今天的动静太大了。本来就没打算小。踹户部的门是故意的。故意的。这23个人如果走正常程序，下令拿人逐级审批6部配合，至少要拖3到5天，3、5天的时间，够他们销毁多少东西，串联多少口供？我没那个时间等，所以我选了最快的办法。最快也最粗暴。如果殿下需要我做一个彬彬有礼的文官，那你找错人了。这就是豫州的账册，账册供词名单全在里面。600里路贴身揣着没离过身，刘昶的亲笔供词，冯家的往来账目，还有刺史府里搜出来的密信。密信涉及京城官员23人，其中3品以上的有6人，户部侍郎张明远、工部行中王崇德、兵部主事孙继，这些人都在名单上，已经全部拿下了。你知道这23个人大部分是谁的人？李振的，17个是他暗中扶持的，还有6个是墙头草，两边下注，一口气拔掉17颗钉子。李振今晚怕是要砸了他的书房。砸就砸吧，白水码头的时候，他派冯家和刘家劫杀我，这笔账早晚要算的。所以你绕开本宫，直接去踹6部的门，就是为了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没错，消息从豫州传到京城，快马贴鞭也得2天。我要是先回府跟殿下你汇报，再走一遍朝廷的规矩程序，黄花菜都凉了。那帮老狐狸，只要给他们半天时间，别说账册，他们能把自己贪墨过的痕迹全都抹干净。咱们没时间跟他们玩你来我苦那一套。你可知道
今日你这一番动作，对整个朝堂的格局意味着什么？娘子的意思是，朝廷不能一日无人办差。这23个位置空出来，吏部那边按规矩是要走巡选的流程，但涉及谋逆大案的紧急补缺，内阁可以直接提名。内阁首辅徐阁老跟殿下什么关系？不远不近，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次的风往哪边吹。世家的事只是面上的烂疮，豫州真正的问题比这个要深得多。血沙楼楼主司马荒4品天象镜，血沙楼什么时候开始和地方世家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合作，是寄生。血沙楼在豫州扎了根，和冯家、刘家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世家为他们提供钱粮、人手以及官面上的庇护，血沙楼则充当他们的刀子，替他们铲除异己，维持在地方上的绝对统治。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黑风山溶洞的管道里流的全是人血。刘冯两家抓了数万流民，名义上开矿，其实是用几万人的经济压制妖兽内丹的火毒，一个活口都没留，全成了青铜鼎里的药渣，就为了炼制血沙楼楼主突破3品的一颗血神丹。几万条人命换一颗丹药。血沙楼最早出现在20年前楚魏之争，几桩宗室暗杀案查不出死因。一个杀手组织能在大前存活20年，光靠江湖关系办不到。殿下怀疑血沙楼的根在朝堂上。殿下，还有个麻烦，我在豫州开仓放粮打的是流寇旗号，后来又换回悬崖卫，中间有时间差，若有人深究，很容易查出是同一拨人。这个把柄怎么处理？流寇劫粮赈灾，悬崖卫奉命评判，这是2件事2条线。就在今天早朝，本宫已让御史台把豫州流寇4起官府无能的调子彻底定死了，他们永远拿不出证据。我以为我够秀了，没想到他在皇城动动嘴皮子，就把我落的底全补死了。娘子，你这波操作我给满分。朝堂是棋盘，你把棋子都抓到了我手里，我若还下不赢，岂不是浪得虚名？伤了？没什么大事，跟那老东西硬扛，受了点内伤，养2天就把药吃了。赤灵通脉丹，宫里内库一共就3颗，本宫让人找了半天才翻出来。多谢娘子心疼，那我回去补觉了。赤灵通脉丹真是好东西，经脉钝痛全消了。驸马爷，已经快中午了，殿下吩咐让您多歇着。绿云真的是，京城现在什么情况？炸锅了，半个月价格翻了5倍，军队们拿着银票排队抢，户部和兵部尚书家的短侍为了抢一楼，当街打起来，城防营出面才压下去。皇后那边呢？赚得盆满钵满，流进内库的银子有30多万两。大理寺卿的小舅子想压价，直接被娘娘抓了。王入兰这女人手段够利索，直接把不听话的打趴下。行了，供给在我，定价在她，价格不能一直涨，该割韭菜了。豫州的烂摊子正等着这笔现银填窟窿呢，先下去吧。是，姑爷。21年前，先帝驾崩前夕夺嫡，短短2年连死7人，赵王、太常四卿全是宗宿或夺嫡重臣，全部无伤无毒，无迹可除。这是在清理障碍，能在楚魏之争中如此大规模杀人还全身而退，背后的人。姑爷，慈恩寺来人了，皇后娘娘身边的赵公公亲自送来的密信，说只能交到您手上。赵公公还说什么了？赵公公说，娘娘特意交代，今晚走西华门的侧门进宫，他会安排人在那里接应，不会惊动旁人。知道了。绿云真的收网时机，血沙楼20年的暗线，皇后突然送来的密信，这3件事撞在同一天，绝不是巧合。赵公公，驸马爷有何吩咐？回去告诉娘娘，今晚亥时我准时到。另外帮我带句话给娘娘，让她把先帝末年那几位藩王的旧档也翻出来，我用得上。奴才记住了。见过娘娘。坐吧。娘娘半夜约微臣出来，总不是为了喝茶吧？顾长生，本宫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回答。娘娘请说。你觉得陛下的身子还撑得了多久？娘娘，这话该问太医院的人，问微臣是不是找错人了？太医院的话，本宫已经听腻了。那帮人永远只会说龙体安泰，无碍无碍。本宫要是信他们，早就被埋了。你在去豫州之前进宫面过圣，陛下的精气你应该感受到。本宫不需要你说好听的话，只需要你说实话。微臣不是大夫，但如果娘娘非要微臣说，陛下的气象不太对。不是不太对，是已经不行了。太医院的刘院正3天前单独给本宫递了一封密折，陛下的龙体内耗积重已久，真元亏损过甚，最多7
7天。娘娘把这个消息告诉微臣，是想让微臣做什么？7天时间足够做很多事，但也极容易出错。娘娘今晚找我，想必是已经有了决断。本宫需要知道你的态度，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里，你顾长生打算站在哪一边？微臣是公主的驸马，自然是站在殿下这一边。顾长生，这里没有外人，你不用拿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本宫。苍月是个好孩子，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大前立国至今从未有过女子干政的先例，更别提那个位置。娘娘这话，微臣就听不懂了。殿下手中过有悬崖位，又是陛下最倚重的长公主。悬崖位再强，也不过是一把刀，拿刀的人若是没有根基，迟早会被刀反噬。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一旦陛下驾崩，新君继位，第一件事就是要收回悬崖位的兵权。苍月现在的权势完全建立在陛下的宠信之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娘娘的打算是？实话告诉你，本宫今晚坐在这里，不是以皇后的身份，而是以琅琊王氏的身份。娘娘这话说的有些大了吧？琅琊王氏上下数千口人，嫡支旁系加在一起，在朝为官的不下100人。娘娘说代表王家，恕我直言，王家家主知道吗？二哥，你说呢？顾小友，久仰。在下王道远，托大排行第2，天为王家当代家主。王家主竟然亲至京城，我失敬。小友不必紧张。我这把年纪了，大半夜不在家里躺着，大老远跑到京城来，可不是为了找你的麻烦。那王家主是为了什么？为了看看你，看我。豫州的事情，我全都知道。顾长生，你不必猜。绿云真的买卖，你在豫州假扮流口开仓赈灾，包括你踹户部大门炉抓人，这些事王家都清楚。我没有瞒二哥。娘娘把这些告诉王家主，就不怕我心里有想法？你若是会因为这点事就心生嫌隙的人，苍月不会嫁给你。驸马爷，我直说了吧，陛下的龙体若是撑不住了，这天下谁来做？王家主问我这种话，就不怕我转头把今晚的事告诉旁人？不怕。你若想告，凭你踹户部大门的胆子早就告了，何必等到现在？况且你今晚来了，说明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棋，你已经是棋盘上的人了，下不下桌由不得你。我可以问一件事吗？你说，王家在豫州的态度，是娘娘之前就跟家主通过气的，还是今天才谈的？1个月前，二哥来京城之前，我已经给琅琊去了2封信，第1封是在你去豫州之前，第2封是在大会会。王家主，我再问一句，今晚这场谈话对王家来说算投名状？投名状？不错，王家传了800年，靠的不是运气。每逢天变之前，王家从来都是最先站队的，站对了再传800年，站错了就什么都没了。老朽今夜来见你，不是来试探你的，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王家主，我这人有个毛病，我不喜欢给人当枪使，而且我已经上了长公主的船。长公主的船开不远，苍月有手段有魄力，但她受戒于女儿身，一旦陛下驾崩，无论是哪位皇子继位，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手握重权的长公主继续留在京城。她最好的结局就是交出兵权，做一个富贵闲人。那如果她不想做富贵闲人呢？顾长生，你是个聪明人，不要说糊涂话。女帝那是痴人说梦，若是苍月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不仅会毁了她自己，也会把你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王家绝不会支持一个女人称帝，全天下的世家文官也都不会答应。既然王家不看好长公主，那王家看好谁？3皇子，此人生母早逝，一直由皇后王若兰抚养长大，性格温和，风评极好，是个典型的贤王。说白了，就是个容易控制的完美傀儡。3皇子继位，皇后娘娘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后，王家在朝堂的地位将无人能撼动。那我呢？我能得到什么？你想要什么？实权，户部或者兵部的实缺，外加悬崖位的绝对控制权。即便长公主交出兵权，悬崖位也必须由我来接手。你胃口不小，胃口小的人干不了大事。既然王家要借我的刀杀人，总得把刀磨快点。可以，只要你能在接下来的7天里配合王家的行动，确保3皇子顺利继位。事成之后，兵部侍郎的位置是你的。至于悬崖位，只要苍月愿意放手，王家保你掌管悬崖位7天。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7天内，一面稳住王家，获取他们的资源和情报，另一面要暗中配合李苍月，完成一出偷天换日的绝杀。好，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说？20年前，先帝末年储位之争，那几位暴毙的宗室重臣，卷宗我看过了，大理寺查不出死因，但血沙楼的影子在里面。娘娘当时已经入宫，王家作为顶级门阀，不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我要知道，
当年雇佣血沙楼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你扎血沙楼做什么？豫州的事，王家主既然查清楚了，就该知道血沙楼在黑风山干了什么。司马荒在炼血神丹，这帮疯子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计划。我要拔掉血沙楼，就必须知道他们在朝堂里的根在哪儿。顾长生，有些陈年旧账翻出来是会死人的。我这人命硬，不怕死。既然是结盟，情报共享是基础。如果王家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接下来的7天，我可不敢把后背交给你们。20年前的事很复杂，当年先帝病重，太子一党与赵王一党斗得最狠，血沙楼确实参与了其中，但雇佣他们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联盟。什么联盟？一个由部分极端世家和军方将领组成的暗盟。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位强势的皇子继位，所以借血沙楼的刀，清理掉了那些有能力掌控全局的重臣，最终推举了当时势单力薄、最容易被掌控的当今陛下上位。那个暗盟现在还在，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了现在的皇子们。司马荒炼制血神丹，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突破境界，更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为那个暗盟增加筹码。多谢王家主解惑，7天时间，我会做好准备。需要我做什么，随时派人传信。顾长生，娘娘还有何吩咐？管好苍月，这7天让他安分待在公主府。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别怪本宫不念母女之情。此子比你信上写的还要有意思。二哥，此人桀骜不驯，真的能为我们所用？他不需要对我们忠诚，他只需要对利益忠诚。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没有根基的情况下，依附王家是他唯一的出路。至于苍月，派人盯紧公主府，一旦有异动，立刻控制起来。明白。出事了！大理寺卿带头贵公们要收回悬崖卫拿人之权，大皇子府在串联朝臣，要联名上奏我们越权。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说明抓对了人。犯人开口了吗？小鱼撬开3个，户部侍郎张明远嘴硬得很，一个字没吐。张明远家几口人？加上老母、妻妾、儿女和下人，30多口。拟名单，以涉嫌窝赃款之名，把他和17个同党家家眷全部请到悬崖卫大营。客客气气的，别伤人，茶水管够。但要让张明远亲眼看着他70岁的老娘和妻儿坐在隔壁。嘴再硬的人，先软的从来不是骨头，是心。属下明白，天亮前办妥。今晚的人见了，王家家主王道远亲自来的。他送了份大礼，前皇还有7天。猜到了，太医院一直在骗人。这天底下有几个人觉得女人该坐那把椅子？他们说的倒也没错。他们说的是屁！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觉得你该不该了？我问你一句话，你对本宫有信心吗？信心这玩意儿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杀出来的。王家想当黄雀，那就把林子烧了；他们执旗，那我们就把蚕掀了。王家要捧老三，必定借我的手去跟李振死磕，但这不重要。王道远说的那个由世家武将组成的暗盟才是大患。暗盟的根和血沙楼一样，都跟前朝余孽有关。前朝余孽，他们要的不是扶谁上位，是要大前江山彻底崩塌。王家这是被人当了枪使。第一步，先把水搅浑，把水底下的东西逼出来。给我一份名单，20年前夺嫡失败，至今依旧身居高位的人。礼部郎中魏嗣权，一个6品官，一个从前朝活到现在，在风浪里安稳潜伏了20年的6品官，朝野公认的老好人，与世无争。活了20年还是6品，要么是真废物，要么藏得太深，就动他。殿下，驸马爷，宫里刚传来急报，陛下方才吐血昏迷，人事不省。太医院说情况很不好。说好的7天，等不到了。备马，一块儿去。阮，取本宫的令牌。陆琪刚走，去把他追回来，让他带200悬崖卫在宫门外候命。苍月、长生，你们来了。母后辛苦，父皇情况怎么样？太医说急火攻心，今天白天前桥送来的折子，陛下看了好几个时辰，动了大气。父皇之前用的方子，或许还能调一调元气。泻药，父皇就是吃了这庸人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丹药才吐血的。来人，把顾长生拿下！
大殿下，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陛下的药是陛下亲自盯着我弄的，方子太医院过了目，每一味用量都有记录。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我，是想断了父皇的生机，好提前穿上那身黄衣服？你放肆！老大，都消停些，这是紫宸殿，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刘院正，当着长公主和驸马的面说说陛下的脉象。陛下气血枯竭，五脏皆衰，恐过不了今晚了，请娘娘和诸位殿下早做决断。既然如此，本宫作为皇后，理应……陛下，你醒了，臣妾滚，都给朕滚出去！父皇，朕说滚，你聋了？顾长生留下，其他人滚！诸位，先退到外殿候着。小心。药，绿云针，给朕。陛下，药性太烈，您现在的龙体再用下去，五脏六腑全得废。朕不管！骨头缝里全是蚂蚁在咬，血管里像灌了火炭，给朕药！你骗朕！上次吃了之后，朕精神得很，神清气爽。那是回光返照。陛下，您不是太医，可能不太清楚。绿云针这东西每吃一次就是在预支寿命，之前预支的那些已经把您掏空了。朕要死了？没那么快，陛下。绿云针我身上没带，但有一种东西，劲儿比绿云针小，不伤根本，能让您舒服一阵。你手里还有别的药？3、5天的命还是有的，但前提是你别再碰女人。顾长生，外面那帮人是不是都在等朕死？臣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臣觉得陛下现在更应该想想，您死了之后，这把椅子谁来坐？你小子比他们都实在。大皇子要朕传位给他，嘴上说着孝顺，恨不得朕今晚就闭眼。还有顾长生，朕还有几天？3到5天，我可以帮您调配一些无补的方子，把药力的残余慢慢化开。续命谈不上，但至少不会死得太难看。不过有个事，臣得跟陛下聊聊。你说，刚才刘院正的话，陛下听见了？朕没死，当然听见了。过不了今晚，他巴不得朕今晚就闭眼。那陛下觉得刘院正这话是他自己想说的？你想说什么？直说。刘院正被人买了，皇后娘娘在外面等着这发号施令。大殿下磨刀霍霍想拿我的人头，3殿下在那装孝顺，每个人都在赌陛下今晚撑不过去。你这个混账，跟朕说话比朕那几个儿子加起来都痛快。顾长生，臣子，你小子从来不做亏本买卖，说吧，你要什么？一道密旨。什么密旨？悬崖押位在接下来3天里拥有先斩后奏之权，任何阻挠者以谋逆论处。你到底想干什么？替您看看这朝堂上到底有多少人等着您咽气。拿去。见此令，如见朕面，先斩后奏。朕倒要看看朕还没死呢，谁敢蹦出来？臣告退。朕知道你有野心，但朕不在乎，朕只在乎朕闭眼之前，这天下还姓李。陛下好好歇着，臣明天会送无补的方子进宫。这京城的天改变了。